下一个梦想杀手，时间不够。他是这样的 ，Frank， 你告诉我追求这些大目标、梦想和充满热情的生活，但我实在太忙了啦。我有我自己的工作，我有我的家庭，我一直都很忙，我的行程都排满了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来追求我的梦想。你之所以没有时间那样做，是因为你不会分配什么是优先的行程和生活方式，因为你已经倒置了你所要做的事情。那什么是倒置呢？就是你把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放在了你清单的最后面，然后那些对你没意义的事情放在了你清单的最上面。现在你就像一个仓鼠在圆圈里转圈圈一样，哪里都去不了，而且让你越来越累。你尝试做完你的东西，你尝试让你觉得自己有生产力，然而你却在做和你最终目标没有什么关联的事情。也可能你现在没有什么目标和远景，所以你就在晕晕沉沉的度过你的生活。或许你是真的很忙，但你都忙在了错误的事情上，然后你也有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了别人的行程上，而不是自己的清单。你不够武断，你对设置界限的能力也不是很强，你不会说不，所以最终你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了别人想要你做的事情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失去了你的行程、时间和你的价值。如果你有时间不够的问题，那就代表你还没有学会怎么管理你的时间，还没有学会做优先的事情。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，我们基本上刚开始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需要反复实验才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如果你发现管理时间是很难的话，那是好事来的，那代表你可以接受这个挑战，然后花时间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时间不够的问题。我说你不会真的缺少时间的原因，是因为一个叫做80-20法则的东西，它也叫做最省力法则或犹太法则。它不只是根据我们生活发现出来的，还有包括根据大自然和物理系统发掘出来的法则。他们发现你 80% 有品质的输出都是来自你 20% 的输入，这代表你 20% 的投入就有 80% 的产出，所以这个法则对你时间分配是具有很大意义的。你也可以想象成你 80% 在做的事情是可以减少的，因为它只是生产你生活中 20% 的结果。那 80% 的事情是没有效率的，所以你可以减少你行程上很多没产生大效果的事情。你会为了你的生产率、你的快乐、你的成功来减少它。这个80-20法则不只是可以用在你的时间上，它也可以用在你的事业上，你健身的方式、你的感情关系，甚至可以用在你所要得到的开心。所以你从一段感情或孩子上得到的快乐，你都可以用80-20法则来分析。哪些 20% 的事情贡献了我 80% 从中得到的快乐，然后当你发现到底是什么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剩余的都消掉了。这样做不但不会影响你的生产力，还会把你的行程缩短，然后你可以把切出来的 80% 时间用在更有生产率的事情上面。这个80-20法则已经存在了很久了，如果你还没学会怎么运用它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利用它来改变你的时间和行程。这是很可笑的，因为那些在做没有什么意义事情却很忙的人，就像一个在打仗的将军，一个想要赢得一场战斗的将军。那个将军一直在关心着这一场战斗，却不会看到这一场战斗对整个大局的影响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很忙，而且生活上活得平庸，因为我们太过专注于赢得那场仗，而忽略了这场战斗和赢得整个战争是没有关联的。这个是适当的策略的失败。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战场上的话，那这个将军肯定会因为他的目光短浅而受到解雇。然而在生活上的话，没有什么人会谴责你，为你负责，所以你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所以你得为自己负责，你得学会怎么把事情放优先，然后切除剩下的东西。还有，如果你是普通的人，那你肯定在浪费很多的时间。你把时间浪费在电视机上、网络上，和猪朋狗友聊天、社交，参加那些对你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交活动，那些不会帮到你的生意、学习的活动，这些都是有很多的浪费和瑕疵。如果你可以下定决心减掉它们的话，
我向你保证，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多了出来。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。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，它印在你的大脑里面，然后其他事情跑出来的话，你要学会对它说不。久而久之，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就不会让你分心，影响你的表现。现在这些听起来对你来说就像白日梦，这是好事，这代表你还没学会怎么管理时间。我以后会出时间管理和80-20法则的视频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看。这全部都是一个过程。现在你的生活是很忙的，你很多责任，你是不能一下把它切除的，但你可以慢慢的改变。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全职工作的人，然后你想要创业，你想要学习新的手艺，你要投入去新的工作环境，坦白说，你肯定需要工作比平时多一些，努力多一些。你需要继续现在的职业，因为他在帮你付账单，然后你就趁周末创业或学习一些新的技能。这也是我从一个9到7的工作转型成自我创业的步骤。这整个过程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，也不是1个礼拜、1个月。所以如果你用了1年或2年才能转型的话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很多人都花了很多时间才能全身而退，去一个新的人生目标。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目标远景，请你想想要怎么转型过去，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担心的那么多，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有什么事情的话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，谢谢。